神话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个性，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，了解其神话是一个不错的开始。然而，身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古老民族，我们对自己的神话清楚吗？今天就来讲讲中国的传说时代三皇五帝。欢迎来到 Twilight Say 维明说，这是个学习的频道，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。为什么要了解中国的古历史呢？特别是接近于神话的传说时代呢？因为神话的背后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性格写照。每个人都是其来有自的，你不可能是空降来到这世上，你的父母生了你，你的父母的父母生了他们。若是一直往上溯源，一定有一个华夏文明或中华文明的始祖，那会是谁呢？我很佩服以色列人，在旧约圣经里，他们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记载着他们的由来，他们可以很清晰地告诉别人，他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，是从哪里来的，以及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以色列人等等。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来源，这使得他们即使灭国1000年以上，仍能在复国后快速找回自己的根源与文化，这实在是让人不得不佩服。换作是我们，估计连一家的族谱都拼凑不出来，除非是非常重视家族传承的大家族，不然基本上都不清楚自己从何而来了。我也是因为家族里还存有一半的族谱，以及自己好奇自己的由来，才会勉强知道自己的祖先从哪里来的。既然我们很难像以色列人那样找到自己各家族的族谱，那总能找到整个民族的族谱吧。说实在，在我整理这些资料时，发现难度还真是不小。许多资料因为太久远，都没有具体肯定的答案。就如三皇五帝具体是哪几位，光是资料上显示的版本就好几个了，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记载。因此我只能介绍最普遍、最被接受的版本给大家，让大家有个基本的认识，至少有机会被问及三皇五帝是谁时，能答上个一二。目前查到的三皇五帝有以下几个版本：三皇：1. 尚书大传，李伟、韩文嘉、伏羲、神农、燧人。2. 史记，三皇本纪，春秋运斗书，春秋元命包，伏羲、神农、女娲。3. 尚书序，帝王世纪，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。4. 白虎通，伏羲、神农、祝融。5. 通鉴外记，伏羲、神农、共工。6. 汉代伪书，天皇、地皇、人皇。五帝：1. 史记，五帝本纪4本，大代礼记、易传、礼记、春秋国语、黄帝专序、库、尧、舜。2. 尚书序，白虎通义，少昊、专序、库、尧、舜。3. 战国策，黄帝、庖西、伏羲、神农、尧、舜。4. 礼记乐令，吕氏春秋、淮南子，黄帝专序、太昊、伏羲、少昊、炎帝。5. 资治通鉴外记，黄帝专序、库、尧、少昊。6. 史记正义，青帝、赤帝、白帝、黑帝、黄帝。最普遍被接受的版本是三皇：燧人氏、伏羲氏、神农氏。五帝：黄帝专序、帝库、尧、舜。分别简单介绍如下：三皇：燧人氏。燧人氏身处的时代约在旧石器时期，距今约17500年，生活区域大约在河套地区附近，属于父系氏族社会。当时过着的是打猎、茹毛饮血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燧人氏看到打野兽用的石块与山石相撞，产生了火花，而得到启发，而发现了钻木取火，开始进入了用火的时代，使人民脱离了吃生食的原始生活。他也因此被人民喜悦，而成为了统治者，号燧人氏。过世后葬于商丘，此商丘也被称为火文化之乡。伏羲氏，燧人氏之后为伏羲氏，生活区域约在陇西成纪，现在甘肃省天水市。关于伏羲氏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战国时代以后。关于伏羲氏的传说有以下几点： 1. 教民结网，渔猎畜牧，制造八卦。 2. 创造了文字、古琴。 3. 伏羲和妹妹女娲结为夫妻，被称为龙主。伏羲也因此被称为华夏族群人文始祖，以龙为图腾，定都在陈宛丘，现在的河南淮阳。伏羲与女娲是由华胥氏所生，而伏羲与女娲又生出了少典，少典的后裔是炎黄二帝，因而华夏或中华的华字来源于此。神农氏在伏羲氏之后是神农氏，他生存在夏朝以前。神农氏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建立起医疗与农耕的体系。关于他的传说有以下几点： 1. 教民耕种，他教导百姓将谷种收集起来，播种在开垦过的土地上，让百姓的食粮有了稳定的来源。 2. 发明耒耜，种木质的农耕工具。 3. 尝百草，神农氏亲尝百草，找出各种草药的功效。 4. 发现茶，唐代陆羽《茶经》提到，茶之饮发乎神农，传说神农尝到毒草时，就是用茶来解毒。 5. 伐卜税氏，因与卜税氏发生利害冲突，神农氏北上攻打卜税氏，
礼拜后将其地盘兼并。神农氏的后裔中有九黎的蚩尤，而苗族自称为蚩尤之后。今天的越南，在他们的传说中，他们的始祖就是神农氏。神农氏后于阪泉之战败给黄帝，二者结盟成了华夏部族，三皇时期也到此告一段落。武帝、黄帝接续神农氏成为天下共主后，时代也进入到了武帝时期。黄帝姓姬，名轩辕，父亲少典为伏羲和女娲的孩子，他的国建立在有熊（河南新郑）。黄帝在阪泉之战打败炎帝神农氏后，炎黄联合成为华夏部族，紧接着在涿鹿之战中打败九黎的蚩尤，统一了天下，正式成为全天下的共主。黄帝死后葬于乔山（河北张家口）。黄帝对当时的贡献是分土建国，将天下区分为大小之国万区，同时也制定了国家职官制度，订定历法。在技术方面，教导人民生火做饭、吃熟食。黄帝的正妃雷祖发明养蚕缫丝，创纺织技术。黄帝令人制定乐律和律例，并且令举诵和仓颉造字。而黄帝的次妃嫫母，据传镜子是由他发明。黄帝和炎帝的联合部落，也是中华民族汉族的血亲祖先，也是许多华人称自己为炎黄子孙的由来。颛顼的父亲是昌邑，是黄帝和雷祖的次子，但昌邑能力德性不足以承担大位，因此由少昊继位。而颛顼15岁开始辅佐少昊治理九黎地区，河北、山东、江苏一带。到20岁时正式继位，成为天下共主，居住在地丘（河南濮阳）。颛顼生平最大的贡献是宗教改革。当时九黎地区蚩尤后裔信奉巫教，凡事都以占卜定断，崇拜鬼神而废人事，也就是荒废社会运作的正常活动，努农耕，导致社会无法正常运作。颛顼亲自示范敬天，教导百姓按自然规律从事农业生产，鼓励开荒垦田，使社会恢复正常秩序。另外，因共工在黄河西岸新建河堤，导致黄河泛滥时，水往东岸的颛顼部落淹去，引发严重灾祸，导致双方战争，最后颛顼打败共工。颛顼的贡献是让当时的社会进入稳定的状态，让黎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颛顼在位78年，葬于濮阳。帝喾，颛顼将帝位传给侄子帝喾，帝喾30岁继承帝位，并都城于亳（河南偃师市）。他15岁时，因为有德有才，就被颛顼选为助手。他继位时，因共工不满，引发战争。帝喾平定叛乱，杀了共工。帝喾以仁爱治国，知人善任，而他的儿子契分别是后来周朝的始祖和商朝的始祖，死后葬于濮阳。尧本名放勋，姓齐是帝喾的儿子。帝喾死后，帝位先传给哥哥智，由当时13岁的尧辅佐。然而智才干平庸，不能妥善管理国家。尧仁德兼备，兼有才干，因此各部族首领纷纷转而支持尧，于是智将帝位禅让给尧。尧23岁继任帝位，定都平阳，山西临汾。尧崇尚简朴生活，礼仪简单，不浪费百姓的一分一毫。尧在政治和科技方面皆有贡献。政治方面，制定法度，禁止欺诈，例如设立了谏股和谤目，前者让百姓可以对国事发表意见，后者可以让百姓直接批评尧的过失。科技方面，制定历法，通报气候变化，让百姓能按时下种和收获。尧的晚年发生几件大事，包括发生洪水，尧令鲧治水，鲧花了9年并没有成功。另外，尧也对接班人进行筛选与考核，最终找到舜，并对他进行了考核，确认其德才兼备后，将帝位禅让给他。关于禅让一事，有其他文献持相反立场，认为并无此事。这部分还待日后更多的考古证据来证明。尧死后葬于济阴城阳，山东菏泽市。舜在接受帝尧考核前是个悲惨人物，父亲是盲人，生母早逝，父亲续弦与后母生了弟妹，但父亲疼爱后妻与小儿子。舜除了很小就开始外出打工养活家人，还得忍受家人的欺辱。他的父亲、后母和弟弟甚至想杀了他，但他仍以孝道待他们，因此他的孝名传到帝尧耳中，被帝尧选为候选接班人，进行考核，安排各样任务给舜。而舜皆能完满达成任务，最终获得尧肯定，将帝位传给他，而尧的2个女儿也嫁给舜。经过20年的考核，舜于50岁获得尧认可，传位给他。舜擅长识别和使用人才，在尧时期不被重用，但时有才干的巴凯和巴元共16人，被舜派去管理土地和宣扬教化，而这16人的确发挥长处，将任务圆满达成，使国家发展强大。另外，舜已将当时的天下划分为12州，以河道划分边界，有效治理国家。舜死后葬于九嶷山，湖南宁远县。
三皇时期，中华民族由原始的生活方式逐步进展到文明的诞生，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打好了基础。到了武帝时期，除了更进一步发展中华文明外，更是奠定华夏文明的疆域基础和文明基础。在武帝的努力下，中华民族的地位确立了，文字的创造与各样技术的发明，让华夏文明迅速茁壮，也为后来的5000年直到如今的发展留下庞大的能量。可以说，我们现在是站在过去许多巨人的肩膀上发展我们的未来。虽然历经多次改朝换代，也曾差点灭族，但三皇五帝时期留下的基础与民族性格烙印，反而让华夏文明成为最具包容性的文明，也是现存延续最久远的文明。四大文明古国，只有中华文明存续至今，还不断发扬光大。透过了解三皇五帝的故事，相信大家对自己是谁有个基本的概念了，也可以简单说出三皇五帝是谁，更可以明白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是什么。传说时代是个跨越的时代，从史前时代跨越到信史时代，从旧石器时代跨越到新石器时代，从茹毛饮血的生活跨越到文明的诞生，也奠定了华夏文明、中华文明的基础。虽然传说时代在口骨上能有许多争议，也有许多的不确定性，但却是给我们后世中华民族一个根源的基础，甚至是一个超长的根源基础，就像一棵葡萄树一样，根扎得深，而果子才能结得更甜美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打开小铃铛。